美国与北约建制中俄，结果就连德海都要跟美军作对，要你损手烂脚。美军窘状令人忍俊不禁，果然不愧是世上最恶最霸道的军队，连跌一跤的声音也特别响。今次美帝舰队威震全球，中俄两国一定惊到无朋友了。以美国舰队为首的北约成员国日前进行为名3级2018的军事演习，意图威慑中国盟友俄罗斯，对抗早前中国解放军有份参与的东方负2018俄军演习。谁知美军出师未捷便损兵折将，舰上大兵不敌挪威怒海，先是上吐下泻脚仔软。同时3艘战船已经受不住海浪冲击，甲板及登陆艇损毁，更导致不少大兵受伤。赞助商链接。由于美军3艘战船主要参与登陆演习，现在登陆艇损毁，其中2艘被迫立即回航检查受损程度，对于出师不利及一波三折。美国海军陆战队承认经验不足，无法有效应对寒冷天气及北大西洋的巨浪。美国与北约建制中俄，结果就连德海都要跟美军作对，要你损手烂脚。美军窘状令人忍俊不禁，果然不愧是世上最恶最霸道的军队，连跌一跤的声音也特别响。今次美帝舰队威震全球，中俄两国一定惊到无朋友了。美国与北约建制中俄，结果就连德海都要跟美军作对，要你损手烂脚。美军窘状令人忍俊不禁，果然不愧是世上最恶最霸道的军队，连跌一跤的声音也特别响。今次美帝舰队威震全球，中俄两国一定惊到无朋友了。以美国舰队为首的北约成员国日前进行为名3级2018的军事演习，意图威慑中国盟友俄罗斯，对抗早前中国解放军有份参与的东方负2018俄军演习。谁知美军出师未捷便损兵折将，舰上大兵不敌挪威怒海，先是上吐下泻脚仔软。同时3艘战船已经受不住海浪冲击，甲板及登陆艇损毁，更导致不少大兵受伤。赞助商链接。由于美军3艘战船主要参与登陆演习，现在登陆艇损毁，其中2艘被迫立即回航检查受损程度，对于出师不利及一波三折。美国海军陆战队承认经验不足，无法有效应对寒冷天气及北大西洋的巨浪。美国与北约建制中俄，结果就连德海都要跟美军作对，要你损手烂脚。美军窘状令人忍俊不禁，果然不愧是世上最恶最霸道的军队，连跌一跤的声音也特别响。今次美帝舰队威震全球，中俄两国一定惊到无朋友了。斗争在继续，火药味越来越浓。这边厢，特朗普已铁了心要退出中导条约；那边厢，普京彻底发飙了，放出前所未有的狠话。10月22日。特朗普再度声称，他之所以退出中导条约，是因为俄罗斯违反协议。他的原话是这样的：赞助商链接，俄罗斯没有履行协议，我们更有更多的钱，比所有人都多，我们将重建核武库，让他们感到这一点。我终止这个条约，因为他们违反了条约，这将对任何你希望的人构成威胁，包括中国，包括俄罗斯，包括想参加游戏的任何人。依然是车轱辘话反复说，但传递的意思也是很明确的。第一，我就是想退出条约，我就是想给你们威胁。第二，但我认为我退出的原因是你们不履行条约。第三，反正我比你们有钱，我肯定能生产更多更厉害的武器。一句话，我就是任性，我就是有钱，我就是想退出，发出威胁。按照西方媒体的分析，如果照这样的表态，特朗普甚至连重新谈判都没有意愿。而且，按照俄罗斯的说法，美国反导系统才违约，至于拉上中国，更是特朗普的一贯手法。当然，善后事宜也是要办的。同一天，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助理博尔顿到达莫斯科，他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向俄罗斯通报：我们美国人不干了。赞助商链接。2. 美国人撕破脸，还泼来脏水，俄罗斯愤怒了，是可忍，孰不可忍？10月22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美国终于撕下了伪装，
这将使世界变得更加危险，而俄罗斯别无选择，只有重建地球平衡。怎么重建法？他没有说，但显然不会只是美国在生产条约禁止的飞弹。预料到美国的这个举动，前几天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普京更放出狠话：如果俄罗斯遭飞弹袭击，发动袭击者只有死路一条，甚至没有反悔的时间。按照媒体的报道，普京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们不会先发动打击，但侵略者应该知道，报复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将会被摧毁，而我们作为遭受侵略的受害者，作为烈士，将会升入天堂，而侵略者只能是可耻的死亡，因为他们甚至来不及后悔。赞助商链接，全场大笑。俄罗斯人成为烈士，其他人可耻死亡，还是不由人不倒吸一口凉气。当然，普京的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中导条约是美国和俄罗斯两家的协议，它原本在1987年由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签署，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这个协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真正核裁军的军控条约。正因为具有里程碑意义，当时签字完成后，里根和戈巴契夫还特意交换了签字笔。但现在特朗普要撕毁协议了，而且要大规模生产，俄罗斯怎么办？这显然对俄罗斯构成重大威胁。赞助商链接，一场激烈而危险的军备竞赛将拉开序幕。普京显然预感到了这一点，在今年大选前夕，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说过这样一句狠话：如果俄罗斯都不存在了，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这样一个世界？或许也意识到火药味实在太浓了一点。10月22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特意澄清了一下，这主要不是关于上天堂或者去哪儿的问题。很多人抓住了这一点，但实际是俄罗斯的核纪律不会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先攻击任何人，这才是总统所要表达的意思。意思不外乎：一，大家其实弄错了。普京总统的意思是，如果对方先核攻击，俄罗斯必然进行核反击。二，但你们啊，总想抓个大新闻，所以只抓住了这一点。俄罗斯人作为烈士上天堂，其他人下地狱。赞助商链接。三，但普京说出那番狠话，肯定也不是随口说说，传递的信号也是明确的。第一，为俄罗斯民族打气。虽然在美俄矛盾中，俄罗斯现在更多处于下风，但普京却不甘示弱。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核大国，如果爆发核战争，我们上天堂，人家下地狱。第二，这更是向美国示威，其他人怕美国，但俄罗斯人不怕。为什么说肯定是美国？是因为在这个世界，可能或者能够对俄罗斯发动进攻的，只有美国了。第三，这种充满火药味的言辞，显然也意味着核战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迫切。要知道，当年美国、苏联就是害怕中程和中短程飞弹太多，预警时间太短，一个错误判断就会爆发毁灭性战争，这才有了中导条约。但现在，中导条约要寿终正寝了，对欧洲来说，这是最恐惧的结果。俄罗斯如果也大力发展中短程和中程飞弹，打不到美国，但却可以倾泻在欧洲大地，地狱之门真可能已经打开。更多的武器，无疑意味着更多的战争，尤其是毁灭性的核武器。这真不是过家家玩玩的小事，和俄罗斯对抗历来都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自从美国将力量的主力从叙利亚逐渐撤出之后，其作战中心逐渐转移到了北欧。以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为首的美国海军地中海主力舰队，如今已经北上抵达挪威，将联合31个国家共同举行代号为3X及2018的联合军事演习。在本月月初的时候，北约对外宣布，届时可能会有超过45000人参加这场演习。而根据最新的报道称，参演兵力总共已经达到了5万人。赞助商链接。除了动用5万名官兵之外，北约还为此次军演动用了超过1万台各型装备，超过60艘水面舰艇和潜艇，以及240余架各型飞机。此次军演堪称北约自苏联解体以来最大规模的海上联合行动。
更是从1991年算起，美国航母第一次触及到这片海域。美国福格上将声称，3级2018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地区，只是为特定敌人准备的。此番言论再加上如此关键的演习地带，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他们就是针对俄罗斯，而演习内容也颇为耐人寻味。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北欧遭到假想敌入侵，芬兰已经被完全放弃，北约联军将在为领土上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敌人，并同时从陆地和海洋2个方向上对敌人发动有限规模的反击。要知道，芬兰大部分领土与俄罗斯直接接壤，而挪威东北部领土与俄罗斯同样接壤，因此北约的规划可以说是昭然若揭。虽然挪威国防部长宣称演习的核心地带距离俄罗斯边境有500公里以上的距离，不过即便这个距离也足以触发俄罗斯敏感的神经。赞助商链接。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妨来观察一下俄罗斯海军头号主力北方舰队的分布。北方舰队下辖有2个主要基地，以航母核动力巡洋舰首的水面舰艇主要驻扎在摩尔曼斯克以北的北莫尔斯克基地，而攻击核潜艇和战略核潜艇主力主要驻扎在白海以东的北德温斯克基地。北约海上力量这次演习已经靠近了俄罗斯领海巴伦支海。巴伦支海南部距离这2个基地直线距离不过300公里，难怪俄罗斯会如此神经紧张。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给出了措辞强硬的回应。他表示，北约此举无疑就是在向俄罗斯秀肌肉。俄罗斯北方领土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政局本来就不够稳定，北约除了加大原本就已经足够紧张的局势之外，没有任何别的目的。作为回应，莫斯科方面将很快组织一场对抗性演习。